最近短剧404山茶花会开刚刚开机，就已经把无数网友的期待值直接拉满，仅仅靠2张定妆照，评论区就瞬间沦陷。有人夸王浩真的眼神太有故事感，也有人被谭妍妍清冷又温柔的气质狠狠击中。更夸张的是，剧都还没正式播出， CP 粉已经开始疯狂产粮，同人文甚至更新到了几十张。为什么一部还没上线的短剧会提前引发这么大的讨论？如今很多短剧为了追求速度和热度，剧情套路越来越重复，霸总、误会、车祸、失忆，观众甚至不用看下一集都能猜到结局。但404山茶花会开最让人意外的地方，就是它有一种久违的真实感。尤其是2位主演对角色的投入程度，已经远远超过普通短剧的标准。王浩真这次饰演的赵燕青，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高冷霸总，他表面上是上市公司高管，做事冷静克制，但内心其实长期处于情感压抑状态。为了演好这个角色，王浩真不仅研究心理学相关书籍，还专门跑去观察企业高管的工作状态。最有意思的是，他发现很多精英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点，表面从容，但身体其实已经被压力透支。于是他主动给角色加了一个细节，每次开会之前，赵燕青都会偷偷吃胃药。别小看这个动作，真正厉害的演员从来不是靠大吼大叫去演痛苦，而是靠这种细微习惯把人物的疲惫感慢慢渗透出来。因为成年人的崩溃往往都是安静的。而另一边，谭妍妍这次的表现同样让人惊喜。很多观众之前对她的印象还停留在长相漂亮的阶段，但实际上她这些年的演技成长非常明显。这次她饰演的江婷并不是单纯的小白花女主，而是一个情绪非常复杂的人物。她温柔但并不软弱，她嘴上倔强，可心里又特别害怕失去。为了贴近角色，谭妍妍甚至专门去学了茶道。因为剧中江婷经营一家茶馆，很多镜头都涉及泡茶动作。导演原本只是希望她会做样子就够了，但她偏偏认真到把每一个动作都练到自然。据说她刚开始练习的时候，连续泡坏了很多茶叶，甚至被老师吐槽手太急，心不够静。但后来她竟然真的把这种状态融入了角色。剧组工作人员透露，谭妍妍后来给人物设计了一个小动作，每次江婷撒谎之前都会下意识摸一下茶壶盖。这个细节特别妙，因为真正藏着心事的人往往都会有某种不自觉的小习惯。有时候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个动作，比一大段台词更有杀伤力。也正因为这样，很多网友才会觉得这部剧的情绪好像是活的。其实现在观众最怕的不是演员演技差，而是假。明明演的是恋人，却完全没有情感流动；明明在吵架，却像在背台词；明明说深爱对方，却连眼神交流都没有。可从目前曝光的花絮来看，404山茶花会开最强的一点，恰恰就是氛围感。尤其是2位主演之间那种若即若离的情绪拉扯，非常容易让人上头。导演林佳之前说过一句话，不要演，要活成角色。而整个剧组好像真的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比如那场已经引发全网讨论的雨中分手戏，原本剧本里其实并没有这一段，但拍到后期时，王浩真和谭妍妍都觉得角色之间的情绪积压已经到了必须爆发的时候。如果没有一场彻底崩溃的戏，人物关系就会缺少真正的疼痛感。于是他们主动找到编剧，希望增加一场分手戏。最关键的是，拍摄当天上海突然降温，现场气温非常低。可为了保留真实状态，导演坚持不用替身，也不反复补光。王浩真就在雨里硬生生站了40多分钟。后来收工时，
整个人已经烧到接近39度。但也正因为这样，那场戏后来被很多工作人员评价为全剧最扎心的一段。因为真正的情绪从来不是演出来的，而是演员真的走进了角色的世界。除此之外，这部剧的取景也非常用心。故事中的民河东街404其实是上海一栋真实存在的老洋房，建筑本身已经接近100年历史，里面保留了大量老上海风格，木质楼梯、复古壁炉、泛黄的书柜，还有院子里的山茶花，都让整个故事天然带着一种旧时光气息。现在很多短剧为了节约成本，拍摄场景经常重复利用，观众看多了甚至会串戏。但404山茶花会开明显想做出区别，它不是那种单纯追求狗血冲突的快餐剧，而是更偏向情绪流作品，甚至连节奏都和普通短剧不太一样。很多观众一开始看到每集只有20多分钟时，还担心内容会不会太短，但实际上这种节奏反而更符合现在年轻人的追剧习惯。没有废话，没有注水，每一集几乎都有情绪爆点。尤其第3集那个噩梦踹床名场面，已经提前预定搞笑热搜。原本导演想拍出情侣冷战时的压抑感，结果谭妍妍踹得太轻，王浩真连续 NG 好多次，最后导演忍不住现场大喊：你们现在是在吵架，不是在谈恋爱。结果没想到这段 NG 花絮反而比正片传播的还快。很多网友都说，现在短剧最难得的其实就是这种自然感，因为观众早就不满足于工业糖精了，真正让人上头的是人物之间那些真实的小情绪。一个欲言又止的眼神，一句没说出口的话，一个故作冷漠却偷偷心疼的瞬间，往往才最容易击中人。而404山茶花会开现在最大的期待值也正来自这里。它不一定会成为年度爆款，但它至少让观众看见了现在的短剧行业依然有人愿意认真拍戏，愿意花时间研究角色，愿意为了一个镜头反复磨细节，愿意在快节奏市场里保留一点关于情感的真诚。其实仔细想想，现在大家为什么越来越容易被这种故事打动？因为现实生活里很多人都已经太久没有认真表达情绪了。成年人最常见的问题不是不爱，而是不说。明明在意却嘴硬，明明舍不得却等对方先低头，明明一句解释就能解决的问题，最后却变成了沉默。而山茶花真正动人的地方，也许恰恰就在这里。它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两个倔强的人慢慢学会理解彼此，最后也许总要有人先说那一句对不起。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是你，在感情里会选择先低头吗？你觉得赵燕青和江婷最后到底会不会真正走到一起？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一起聊聊你最期待的剧情。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